哈喽，大家好，我是辛巴。我们今天来到了杭州，为大家带来的是星愿2026款的详细的静态、动态测评。那这辆星愿啊，是我们问厂家借的，那非常难啊。作为一台非常热门的车，我们借了非常久。那终于今天把它借到了。星愿作为现在销冠以及之前的销冠，那我们之前那期视频并没有做得非常详细。那我们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下星愿的产品力。那我们旁边这辆就是星愿这次的顶配车型，带 H3 的智驾的大满配。那外形上面跟我们之前拍的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们之前那一期节目，那我们今天首先从外观上面来聊一下它跟之前的星愿有什么区别。首先是它的前脸其实是有一点点改变，特别是下保险杠，现在这边是一个可关闭的一个进气格栅。这个进气格栅在高速的时候是可以关闭的，能够降低一点风阻，在冬天的时候也能让整个车制热更快一点。前脸区别不是特别的大。侧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首先轮毂是一个全新的轮毂设计，是一个低风阻的设计，轮毂尺寸还是16寸205/60R16的一个轮毂。那整个轮毂造型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看的。那因为这辆车之前是在干活啊，好像在参加一门综艺，还好外观是干净的，里面有点脏，轮毂单独帮大家洗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款轮毂，我觉得轮毂造型还是可以的。然后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全新的 H3 的智驾的版本，所以这边你能看到我们说360度的一个摄像头，它也是有的，所以这边也会多一个明显的摄像头的组件。另外一个，整体的线条侧边跟之前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上面跟下面有一个我们说的双色车身，下面有一点奶白色，上面是黑色，一体性非常好。耳朵也是我们说的钢琴烤漆的版本。到侧面有一些小星星，毕竟它是星愿，整个尾部跟之前区别也不是很大。这个车改变更多是在内部。星愿之前大家比较喜欢的地方是在于这个车本身是一个后驱车型，就作为一台后驱车型，大家一般都会认为后驱它的内部的空间不会特别的大，但其实星愿的尾箱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跟传统的一些我们说老的前驱车型差不多大，甚至更大，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我们现在看一下后备箱，后备箱依旧是左右带2个挂钩，这些后备箱表现在这里。因为它是一个新架构，所以空间我刚刚说了其实是比较可观的，差不多能放2个28寸再加2个20寸，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后备箱空间。如果你不够大，你也可以把它放平，直接这边有一个拉环，你可以把它4/6放倒，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更大的一个尾箱的空间了。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但是并不能完全放平。如果你需要完全放平的话，需要这边自己去加一个我们说挡板。但这个车并不能作为床车啊，因为很多人想说能当床车，那是不可以的。其实这种小车想当床车还是比较难的，因为本身的尺寸在这里，除非你的前排座位可以放倒，不然你当床车基本上是当不了。实话实说，但是有电尾门，我觉得对于很多小姐姐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有点小 SUV 造型的这种小车，电尾门还是我觉得非常刚需的一个配置。这是我们说宾果 Pro 它也加上了，我觉得也特别好。另外一个是整个车身侧面还有一个它的门把手，我们看到门把手其实星愿我们一直很喜欢，它是这种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兼顾了风阻以及机械，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大家现在都习惯了这种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所以大家还是比较认可这种形式的。然后我们到内部来看一下它这次内部的改变，其实星愿更多的是这次的内部改变，包括大家很多原来吐槽的部分它都把它改掉了。那进入内部之前，我们有一个东西还没讲。自星愿开始，很多人特别喜欢的地方是在于星愿是少有的在 A0级里面是有一个前备箱的车型。其实很多后来者都在学星愿，说也加个前备箱。那它的前备箱还是尺寸比较大的，里面还有一个他们之前拍节目剩下的花束送给大家，跟大家表个白。整个前备箱还是比较大的，最多能放25公斤。整体的尺寸我觉得能放2个书包，或者说你可以把一些比如说充电枪啊什么平常不会拿出来的部分放在里面。但是我希望如果星愿下次改款能够加上电动的可以打开的前备箱，那我会更加开心一点。我觉得电动如果能够打开是比较高级的，脚臂敲2下自动打开，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舒服的配置，我也会经常用。然后我们就到内部，内部有几个细节
我觉得是要着重讲一下的。这个车型整体上大家造型都比较熟悉了。那先看一下门饰板，其实星越的门饰板上面的设计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它有多种材料的设计，包括多种影音的部件，包括钢琴烤漆，包括不同的塑料件，包括这边都是皮革的4个标准的我们说车窗的电动控制以及左右调节。这有点好处是在于它的反光镜调节这边都是中文识别的，这个说中文写汉字，我觉得比亚迪之前在做，现在吉利也是都用中文，包括很多厂家现在这些控制键都用中文，我觉得特别好。以后出口也让大家全世界都说中国话，特别好，文化的输出。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到内部以后，一个细节是在于方向盘啊，方向盘是一个2辐射设计。这个其实我之前跟他们说过，我觉得最好是4辐设计，因为有一些比如说高大点男孩子开星越，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可以调节的前后的这么一个方向盘会更好一点。另外一个内部的改变是在于这次加上了怀档，其实我认为怀档还是一个非常刚需的配置。你加了怀档以后，整体的这边中间的控制键就会变少，可以把它空出来。另外一个怀档也更加符合大家对于电车的习惯，绝大部分的电车现在都是怀档。相对于之前的星越，还有一个是这边有一个人脸识别，我们说的红外线识别，能够识别到你的开车状况，能够实时提醒，这也是一个提升。然后一个星越的仪表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也是一个内嵌式的设计，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恶劣的光线情况下也是比较好的，不是那种传统的雅迪屏会比较难受一点。方向盘也是一个我们说双色的配置，以及这边有一键的360环影，这边也有一键的智驾的开启，它这个车是带一个 H3 的嘛，大家都知道，然后影音的开关也在这里，整个方向盘尺寸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然后讲完方向盘，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中控的部分。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中控啊。中控部分我有几个要说的。首先，这块屏幕里面车机完全改过了，之前是102，现在正儿八经变成了龙鹰1号，这个我还是给好评的。那龙鹰1号相当于8155吧，相对于它的算力来说，相对于后期的迭代来说，我都觉得是更加棒的。而且整个我们说吉利集团有非常多的车型都用了龙鹰1号，我觉得对于你后面的日常的迭代跟使用都是有帮助的。这边有2个标准出风口，这边有个50瓦的无线的快充。这个有一个问题是在于它是一个内嵌式的，不知道它的具体的散热情况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会有影响。然后这边有一键的自动泊车、自动空调，这些都是汉字的，我觉得特别好。前挡风玻璃的一键吹雾，然后这边可以用来放你第2个手机，这边带2个带纤维的杯架，这是它的钥匙。整个设计还是非常的干净利落，大家都能一看就能看见的。这些地方也都是软质的皮革，这边有做重新的设计啊，原来的面板不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现在是一个全新的面板，上面依旧是塑料的，这边也是塑料，但是有做这种银色的包边，但顶上这一部分都是软质的皮革。空调的出风口面积也比较大，其实这个出风口我还挺喜欢的，无论调节的角度还是方向性，我都觉得是比较方便的。然后是中间的扶手，这边的扶手其实空间还挺大的，这还挺意外的一个扶手箱，差不多能放个我觉得8听可乐左右吧，8到10听，还是蛮大的那种听装可乐，可以放蛮多的。而且如果你放那种600毫升的，可能也能放个5瓶、6瓶这样子，还挺大的。看起来不大，其实很大。下面 Type A、Type C 也都是有的。在这个部分，这边你也能够拿来放包，什么都是可以的。这个部分空间还是比较大，如果女孩子放一个可以换的鞋子，也可以，有一些高跟鞋不太方便日常穿，我觉得也是比较方便的。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它是一个抽屉，这边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首先它能放的面积很大，比一般的扶手箱可能稍微要再大一点，它承载能力也有3公斤，那你可以放一些日常的化妆品，或者说一些小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这抽屉的设计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的。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是比较适合我们说一个人开的时候打开，因为不然会压到副驾驶的脚。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无所谓了，如果坐的人你就少拉一点开呗，这个还是挺方便的。我觉得比那种直接打开来里面东西会晃来晃去要好很多。我这样拉开来，它里面的东西是不会乱的，就是我平放着它是不会乱来乱去，我感觉收拾它很方便。如果是用斜开的，就容易把它打散。这个我觉得设计也是比较巧妙的。
顶上带2个我们说的照明灯，而且是2段式的。顶上拉开来，这边也有个巨大的化妆镜，还是柔光的。虽然是单边柔光，但是它也是一个柔光的化妆镜，我觉得小姐姐应该也会比较喜欢。然后我头部空间差不多1拳多一点。然后我们现在并不是说我们的标准坐姿啊，我们现在把前排座位调整到我的标准坐姿。我们现在去它的后排看一下，这个是小车正儿八经的，我觉得星越跟传统的某一些小车去对比，它空间还是挺大的，因为它新架构，所以它整体的内部表现是比较好的。我们说得房率比较高。我们现在一刀未剪啊，一刀未剪，直接去后排看一下。那到后排，其实第一个，我觉得星越的第2排的倾角其实是比较躺的，相对来说，腿部空间1拳、2拳、3拳腿部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腿部支撑我觉得还有进步空间，差不多4指左右。但是整个因为腿部空间大，你可以往前伸一点，稍微斜一点，你也可以做得比较舒服。然后我们头部空间1拳0.3指、2指左右，头部空间也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个车有一个问题是，它没有带中间的头枕，中间的扶手也是没有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空间的。然后两边座位带2组 SOFIX 安全座椅，但整体的星越这个坐垫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坐垫长度也挺够的，基本上可以顶到。然后这边有一个 Type A 的接口，后排还是带一个出风口的，这个也要给一个好评。后排出风口是左右两边单独的，这个小车里面确实也比较少。包括顶上还有一个我们说非常长的一个照明灯啊，这照明灯应该左右两边都能照到，不是说单边的照明灯，是左右两边的照明灯。这个车也是带侧气帘的，基本上配置也是够的。那星越这次的改变，其实在我眼里更像一个我们说常规的迭代，另外一个是它的续航增加了。原来你买星越，你可能只能到400公里，现在更多了，到了480。我觉得对于日常使用来说，原来星越你可能真的只能说城区代步，现在可以说我们可以跨市，比如说我从宁波开到杭州，从杭州开到湖州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其实星越这个车在于空间它根本是够用了，有点从原来我觉得我们买 A0 级小车可能只是 Polo， 现在我觉得星越更像高尔夫，它能够适应更多的场景了。实话实说，包括我们说它也加了 H3 的支架，你有高快领航，你跑个长途还是非常轻松的。就是它的边界又被拓宽了。很多人会说星越为什么卖得好？我觉得卖得好的原因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是整个车辆的短板基本上没有，第二个吉利的整个营销体系非常的广，基本上作为国内头部汽车厂，它每个县级市里面基本上都有。第三个是它整体的颜值，包括我们说的需求度能完成很好。你如果说喜欢驾驶的，这个车也是一个后驱车，整体的驾驶表现也是比较好的。另外，电池长续航它也能够满足。它现在等于说把自己的覆盖面又扩大了。那我相信星越在未来的销售的整个途径里面，我都觉得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它不会在短期内我们说丢掉第一的宝座，而且市场是有明显的延后性的，不能这么说。所以我对星越的销售，我觉得还是非常认可的。最后，我对星越的现在的销量，我是竖大拇指的，我也是最早觉得星越可以大卖的 UP 主之一。但是，我觉得星越总结部分，我想聊的是，其实你想让销冠去做更多的让利，其实是还挺难的。同志们还需努力，至少现在来说，他还是个霸主，期待后面的挑战者。OK， 我是辛巴。如果觉得我还讲不错，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这都会对我们节目有特别大的帮助。OK， 聊完这些静态，我们现在去开起来，聊一下它的动态。